大家好，農曆7月又嚟啦，呢個係充滿神秘色彩嘅鬼月，亦即係中元節同埋盂蘭節嘅時節。你又有冇聽過盂蘭節嘅由來呢？喺呢段嘅時間，我哋又要遵守乜嘢嘅禁忌呢？又有冇聽過關於盂蘭節一啲毛骨悚然嘅靈異故事呢？今集就等我哋一齊探索盂蘭節嘅起源同埋呢一啲嘅傳統禁忌。大家好，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，歡迎各位翻嚟詭異的神秘世界。農曆7月15，亦即係鬼節，亦係道教嘅中元節，亦都係佛教嘅盂蘭盆節。呢個節日究竟係點樣嚟嘅呢？我哋祭拜嘅對象係祖先、餓鬼，定係其他嘅亡魂呢？不如就由道教同埋佛教嘅淵源開始講起，解開呢個節日嘅秘密啦。根據香港民族學者周樹佳喺《鬼月勾尋》入邊嘅研究，鬼節嘅起源係道教嘅三官信仰，天官、地官、水官分別掌管賜福、赦罪同埋解厄，而農曆7月就係地官清虛大帝嘅誕辰。相傳呢一日咧會舉行一啲嘅召會，能夠赦免亡魂嘅罪過，等佢哋咧得到解脫。呢個信仰咧可追溯翻東漢時期《三國志·張魯傳》入邊都有記載嘅，歷史非常之悠久，所以中元節咧係超度亡魂嘅重要時刻。到咗西晉時期，佛教嘅盂蘭盆節開始同中元節咧有所融合啦。盂蘭係嚟自梵文烏蘭巴那，而意思就係倒懸之苦，意思就係餓鬼受苦嘅景象，而盆亦即係象徵救贖嘅器皿。佛教認為7月15係佛歡喜日，信眾咧可以供養真人，將功德咧回向俾父母。最著名嘅故事就係目連救母啦，講述目連尊者為咗救媽咪脫離鬼道而舉辦盂蘭法會。呢個感人嘅故事令到盂蘭盆節成為孝道同埋超度嘅象徵。因為中元節同埋盂蘭節兩個日期重疊，兩個節日咧逐漸合二為一，成為咗既祭祖又超度亡魂嘅節日。咁到底呢個節日我哋要祭拜邊個呢？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Stephen 佢研究中世紀盂蘭盆節時咧指出，喺5世紀嘅時候，佛說盂蘭盆經已經記載同時供奉祖先同埋孤魂野鬼，但係祭祀嘅對象咧就因人而異噶啦。日本嘅學者志賀士子咧就提到，香港嘅盂蘭勝會喺70年代多數咧係超度難民嘅亡魂，但隨住經濟嘅發展，逐漸咧轉向祭祖，呢個咧亦反映咗時代嘅變遷。講翻香港盂蘭勝會咧，可以話係一個文化嘅瑰寶。根據咧非物質文化遺產嘅辦事處林國輝研究啦，早喺1856年，德辰西報咧就報道咗中上環嘅盂蘭勝會啦。當時嘅記者咧形容嗰啲招牌咧就如阿拉丁宮殿咁宏偉，入邊嘅裝飾非常之輝煌，吸引咗好多嘅外國人嚟到香港了解呢個華人嘅文化。直至2011年，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更被列入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成為咗文化傳承嘅重要一環。鬼月從8月22號鬼門關大開到9月21號鬼門關關上，被認為咧係陰陽交錯嘅一刻，充滿禁忌。有啲禁忌咧源於傳統嘅信仰，有啲咧就係生活智慧嘅親身經歷。就等我哋睇下呢段時間我哋要注意乜嘢嘅事項，等大家可以平安咁度過啊！第一個，唔好掛燈籠同埋風鈴。啲廟宇咧會喺鬼月豎起慶賀中元嘅燈籠，
指引呢孤魂呢享用呢啲嘅祭品。如果你喺屋企嘅門口懸掛住燈籠或者係風鈴嘅話，尤其係白色嘅燈籠或者係銅鈴，可能呢就會吸引呢啲朋友仔啦，唔以為呢你係召喚嘅信號，千祈要小心啊！第二個，要保持屋企明亮同埋乾燥，屋企呢太暗或者潮濕呢，可能呢會吸引朋友仔。日光白白，記得開窗，等多啲陽光入屋，驅散陰氣，保持環境舒適。第三，鞋頭唔好對住張床，瞓覺嘅時候記得鞋頭唔好向住床，因為相傳朋友仔呢會着咗你對鞋，影響你嘅安寧。第四，公仔或者神像嘅數目唔好太多，容易呢俾朋友仔呢上身。有傳呢話喺公仔嘅底部呢貼上一啲嘅紅紙，會增添佢哋嘅保護。第五，千祈唔好食街邊嘅祭品。當然啦，祭拜祖先之後嘅祭品呢，你係可以食嘅，但係街邊嘅祭品呢，就千祈唔好搞啦，唔係呢就後果自負。第六就係夜晚唔好吹口哨，唔好將筷子呢插喺飯碗上邊。除咗呢啲呢，傳統上鬼月呢都係唔適宜買屋、搬屋同埋裝修嘅，因為怕驚動到朋友仔啦。但係其實而家嘅社會咁繁忙，有時呢都難以避免噶啦。所以相傳，如果你要喺呢一個月進行搬屋嘅話呢，最好就問問師傅，並喺入住之前進行簡單嘅祭拜儀式，化解潛在嘅陰氣影響啊。喺鬼月呢個充滿神秘色彩嘅節日，我就喺世界各地搜羅咗3個喺盂蘭節期間嘅靈異故事。如果你又有恐怖嘅親身經歷，不妨喺留言區話俾我哋聽，甚至可以 DM 我哋。下一集詭異的神秘世界呢，可能會分享你嘅恐怖經歷嘅。第一個故事係講一對嘅夫妻，原本呢，佢哋係唔信鬼神嘅，所以呢，佢哋揀咗農曆7月14舉行佢哋嘅婚禮。結果呢，就發生好多嘅怪事啦。結婚當晚呢，佢哋頭頭碰着黑，有啲嘅裝飾物品損壞咗啦。酒店嘅音響呢，唔知點解又會故障，而更離奇嘅係新娘呢準備去換裙褂嘅時候，發現條裙呢竟然唔見咗。喺呢個時候，有位賓客呢就發現個裙褂呢掛咗喺洗手間嗰個水管上邊，遠睇呢就好似上吊一樣，非常之恐怖。直上嘅賓客呢都覺得非常之邪門。事後問翻呢，其實係冇人搞過個裙褂嘅，但係就唔知點解個裙褂呢會出現喺個廁所嗰度啦，至今仍然係一個未解之謎。第二個故事係一間農曆7月開張嘅超級市場，佢嘅前身係一間酒樓。喺某一晚，當員工咧準備執貨、準備開業嘅時候啦，佢聽到一啲工具同埋一啲嘅水聲。開頭嘅時候，佢認為超級市場咧有其他人嘅存在，但細心一諗，今晚咧只係得佢一個值班。咁呢啲聲音究竟係點嚟嘅呢？當員工行晒成間嘅超級市場，都發現空無一人，但就喺超級市場嘅中間發現咗一個嘅水煲，仲要係傳統酒樓嘅水煲。匪夷所思嘅係，超級市場唔會再賣呢一款嘅水煲。咁呢個水煲係點嚟嘅呢？水煲附近亦有拆過包裝嘅茶葉，但係就唔係用手去搣開嗰個包裝，好似係用牙咬開個包裝咁樣。路中心有個茶煲呢，個員工呢都係要執拾噶啦。佢打開個茶煲一睇，發現入邊呢竟然係一煲沖好咗嘅茶，仲係熱嘅。員工將呢件事呢匯報翻俾經理之後呢，超級市場呢經過一啲嘅祭拜，就冇發生過其他嘅靈異事件啦。第三個故事係發生喺馬來西亞嘅，呢個亦係好出名嘅都市傳說。話說喺農曆7月嘅時候，有一對嘅夫妻不斷呢俾人喺夜晚度撳門鐘。佢哋呢翻查 CCTV 嘅片段呢，發現一個陌生嘅男人喺門口不斷咁徘徊。但奇怪嘅係，當佢哋打開門一睇，就發現四周係冇人嘅。無計可施之下啦，佢哋唯有揾管理處去投訴。但係發現附近呢都好多嘅住戶都有相同嘅經歷，佢哋呢都不斷咁投訴夜晚呢有人喺度撳門鐘。事後發現呢，佢哋住所附近原來係有一笪嘅墓地。而其中嘅一個墳墓竟然俾人掘開咗，
夫妻咧喺好奇心之下咧，就去咗睇下呢一個嘅墳墓，就發現墳墓上邊嗰張相同佢當日喺 CCTV 睇到嗰個男人，竟然係有9分相似。你又覺得佢哋係咪同一個人嚟呢？好啦，今集嘅內容咧就到此為止啦。如果咧你都有其他嘅親身經歷咧，不妨 DM 我哋，或者喺留言區講講你對盂蘭節嘅睇法。中意今集嘅節目，不妨俾個 like， 分享出去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一有最新嘅內容咧，就可以即刻通知你噶啦。記得 follow 埋我哋其他嘅社交平台，包括係 IG 同埋 Threads， 最緊要係 follow 我哋嘅啫喱頻道 2.0 嘅 Facebook Fan Page。鄭重懇請各位支持。由於舊有嘅 Facebook 專頁，我哋俾 Facebook 限制咗發布嘅滲透率，所以我哋好需要開設新一個嘅 Fan Page。希望聽呢個節目嘅你都去支持我哋，等我哋有更好嘅創作空間。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。